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解说。说真的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主题，绝对会彻底颠覆你对职涯，甚至是你整个人生的看法。你看，我们从小到大，是不是常常听到一种说法，只要找到自己的天赋，人生就能一帆风顺？但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啊，发掘天赋，或者说精准找出你自己专属的核心天赋配方，充其量也就只是这场人生游戏的热身而已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明明知道擅长什么，却还是老觉得卡卡的，停滞不前，那今天的内容绝对就是为你准备的。我们今天不只要谈天赋，更要来聊聊那个能真正驱动你天赋、重塑你命运的超级引擎。好，我们直接切入重点来探讨这个问题。这真的是一个超级残酷，但又无比真实的痛点。你想想，有太多人做过各种测验，用什么多元智能理论啦，把自己的天赋地图画得清清楚楚，也完全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。但是呢，几年过去了，他们却还是卡在原本的命运轨道上，每天都在原地打转，完全没有突破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手里明明握着寻宝图，却总是走不到宝藏的地方？这中间到底漏掉了哪个绝对关键的元素？这就带我们来到了第一部分，天赋与注意力引擎。这会完全改变我们对潜力的看法。关键就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对比。你看左边哦，你的核心天赋配方，它就像是一张超级精确的地图。拿到地图当然很棒啊，它告诉你最适合发光发热的舞台在哪里。但是重点来了，请看右边，你的注意力才是那颗真正能把你送到目的地的引擎。如果没有这颗引擎在运作，老实说，你就算有全世界最完美的地图，也只是坐在停在原地的车子里，哪里也去不了。天赋只是静态的潜力，而你的注意力才是那个主动燃烧、推动你往前冲的燃料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我们来看看目前的困境。为什么我们会不知不觉沦为注意力的乘客？到底是什么在扯我们后腿，不让我们发动那颗引擎呢？来，让我为你们介绍这场大脑游戏里的隐藏版大魔王。当然，这是在你没有好好管理它的前提下啦。它叫做网状激活系统，简称 RAS。它就躲在我们的脑干里，就像是大脑的终极守门员。RAS 的运作机制超级特别，它会完全根据你平常关注的事物来决定你要看到什么样的世界。也就是说，它是一个极端严格的过滤器，决定了哪些资讯可以进入你的意识，哪些会被它毫不留情地直接丢进垃圾桶。你可能会问，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守门员？各位，准备好被这个数字吓一跳了吗？4000亿，没错，这是我们大脑每秒钟接收到的庞大资讯量。但你知道实际上我们能处理多少吗？区2000个位元，这对比是不是有够夸张？如果没有 RAS 帮忙过滤，我们的大脑大概0.1秒就直接宕机了。这也完美解释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，为什么管理注意力超级无敌重要。因为你永远只能看到这4000亿分之一的现实，而这小小的分之一，完完全全是由你的注意力来决定的。经典名著《万能金钥》里面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，一个没有好好管理注意力的大脑，就像一匹未被驯服的野马，它拥有极度巨大的力量，但根本不知道该往哪里冲。当我们放任自己的大脑被负面环境绑架时，我们就不再是自己人生的驾驶了，而是变成了可怜的乘客，只能被动的被焦虑、抱怨，还有对失败的恐惧给一路拖着走。那么该怎么办呢？这就是第三部分要谈的，启动大脑的机会过滤器。这是一个让你重新夺回主导权的超强转折。请大家把这句话深深的印在脑海里，注意力在哪儿，命运就走向哪儿。这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探讨中最重要的核心概念。它绝对不是什么随便说说的鸡汤金句哦，它背后可是有着超硬核的神经科学在撑腰。当你持续把焦点放在天赋的发展上，你的大脑就会产生非常强大的化学反应，跟着神经可塑性的机制，一点一点的在你脑中实实在在的重塑你的未来。
现在这个对比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，它直接点出了我们在职场中的2种思维模式是如何从根本去影响神经系统的。你想想看哦，如果你每天都把注意力放在左边的向后看，抱怨老板，抱怨环境，每天都在问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，那你的 RAS 就会超有效率地帮你把所有机会都过滤掉，只要你看到满满的威胁很困难。但相反的，如果你切换到右边的向前看，在遇到鸟事的时候问自己，等等，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新机会？哇！那你等于是强制给 RS 下达了寻找资源的指令。一旦你持续关注机会，你的大脑雷达就会全面启动，自动帮你精准捕捉那些能推动你天赋的人脉跟灵感。知道了原理，我们进入第4部分，实践。我们来看看怎么每天建立有情绪温度的心智图像。跟你说一个超违反直觉，但绝对会让你震撼的神经科学事实：我们的大脑神经系统其实根本分不出来，你真的经历了某件事，跟你在脑海里充满强烈情感地想象了某件事。没错，你没听错，只要你的想象力够逼真，充满了真实的情绪温度，你的潜意识就会直接买单，把它当成真的发生过，然后开始为此建立全新的神经回路。这是不是超酷的？所以啦，我们帮大家整理了每天重新编程大脑的3个具体步骤。第一步，每天花点时间静坐，做单点专注，先把那匹乱跑的野马，也就是你的注意力，给好好安抚驯服下来。第二步，千万不要只是很抽象地想着你的天赋，你要在脑海中视觉化那个画面，看到自己行云流水般发挥天赋的具体场景。然后是第3步，这绝对是最关键的一步，你要把真实的情感加进去，去深刻体会那种做得很棒的成就感和愉悦感。当你带着这种强烈的情绪去专注时，这个心智图像就会直接穿透理智，深深扎根在你的潜意识里，变成引导你命运的最强罗盘。当然，刚建立好的心智图是需要保护的，这就来到第5部分，创造高品质的内外环境。这完美的说明了我们该如何为注意力打造双重防线。这其实结合了历史上的大智慧和我们个人的修行哲学。在外在方面，你真的必须主动出击，勇敢远离那些只会抱怨、不断消耗你能量的毒性圈子，把自己放到充满创新和正能量的群体里。而在内在呢，就像《了凡四训》里讲的，每天过滤掉心中的杂念，保持谦虚，多点利他的善意。这样做，你的注意力就会得到超强的保护和净化，再也不用浪费力气去对抗那些乌烟瘴气的负能量了。简单来说，你必须为自己的注意力找一个专属的瓦尔登湖，一个绝对清澈、不会被打扰的避风港。当你的外在环境能给天赋满满的养分，而你的内在又保持清澈明亮的时候，你的注意力就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复利效应。它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而且是无可避免地把你直接推向心灵和物质都超级富足的终极命运。好啦，走到这里，我们已经把从发现天赋到重塑命运的完整蓝图都摊开在你面前了。天赋是你的地图，注意力是你的引擎，而环境就是你的赛道。现在我要把问题交回给你了。看完今天的解说后，就在今天，此时此刻，你打算继续任由负面思想摆布，当一个无能为力的可怜乘客，还是你要立刻采取行动，切换大脑的过滤器，死死握住你注意力的方向盘？记住，选择权一直都在你手上，去发动你的引擎吧。我们下次见。